我在上海当了2年半练习生，月薪8000，攒不下钱。体检高压170，低压120。深思熟虑后，我决定辞职保命，回到了这个连高铁站都没有的60万人口小县城。是不是在外头混不下去了？混不下去就回来，天塌不了。明天去你三叔那儿问问，他修车厂好像缺人。县域消费金系统已绑定。系统说明，本系统会根据县城人口基数，每天100倍为宿主发放资金。今日发放金额6024700元，资金已到账，请查收。真的，6000万，往后每天都有，人生好起来了。扣款失败。经过反复测试，规则很清楚，这笔钱只能在云梦县花，无论线上线下，只要消费发生在云梦县，畅通无阻。一旦超出县域，分文不动。每天6000万，最贵房价4000一平的小县城花。我一天的收入能买100套房，还能全款精装修。提示：县城人口是一切的基础，人口越多，每日奖励越多。特别提示：当云梦县常住人口突破100万人时，将触发县域崛起特别奖励，届时系统功能将全面升级。100万人，现在才60万，还差40万。目标达成率60%，剩余时间180天。让40万人搬到这地方来，以现在的情况看，多少有点离谱了。我琢磨了一下，天上的云没有收款码，这事不好办。那你是准备直接给我喽？不是，我在想一个正经问题。如果你有花不完的钱，但只能在一个小县城花，你会怎么办？买地、建厂、搞基建、投资本地产业，或者做慈善。不过具体取决于你的资金量和县城的经济结构。你该不会是在写小说吧？买地、建厂、搞基建，听起来宏大，但拿地需要审批，建厂需要资质。我现在连个公司执照都没有，总得找个切入点。一个地方老百姓手里有没有闲钱，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本地的娱乐服务产业。这就是云梦县足疗界的消费天花板。如果我每天的6000万全拿来洗脚，一天得洗30万次。你好，先生您好，按摩还是足疗？足疗，一个人没来过，给我安排198那个。好嘞，哥，咱上2楼吧。先生您先换衣服，技师马上过来。进。老板，水温可能有点烫，您先试试。大姐，能换个技师吗？行，老板您稍等，我给您叫别人。老板，我是8号，咱店里好评最多的技师。你多大了？25。姐，你说实话，你像01年的人吗？不到40，估摸着也得37、8了。唉，行吧，就你了。刚从外地回来。你怎么知道？本地人谁大白天跑来洗脚啊？还换技师？你们这些在外头见过世面的，回来肯定嫌我们这儿老气。但没办法，县城就是这么个情况。
这店里连个20多岁的年轻技师都没有。20多岁谁留在这儿啊？去大城市的美容院、洗浴中心，随便干干也比这儿挣得多。那你们怎么不出去？出不去了，家里老人孩子都要照顾。像我们这种岁数的女人，在县城能找个3000块钱的工作，还能兼顾家里，已经算不错了。县里现在就业环境这么差吗？我记得以前东边有个纺织厂，南面还有个机械厂，效益都不错。早黄了，现在县城里除了考公考编进体制内，普通人想找个正经班上太难了。满大街都是卖房子的、卖保险的、送外卖的。云梦县现在有60万人，距离100万人口的缺口还有40万。40万人，不是40万只鸭子赶过来就能住下。人要生存，就得有工作，有配套的教育和医疗。如果我单纯去街上发钱，钱是能花出去，但只会引发通货膨胀。红利期一过，人还是会走。要吸引人口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大量的高薪就业岗位。帅哥，帅哥，醒醒！到点了，你看加个钟不？新城区电梯房毛坯3800，老城区不梯3200，最上面的别墅89万。没挖完后，云梦县经济转型失败了，消费结构极其单一，吃住占大头。真好吃，沉重的骨头汤，面片薄厚均匀，羊肉也给的足，比上海20块1碗的妖艳面馆强多了。老板，再加个馍。别滚进来。馍1块。知道。哪怕不是为了系统的100万人口奖励，单纯为了让自己花钱花得爽，也得用心建设这县城。但没有产业，一切都是空中楼阁。我一个新媒体运营，哪懂搞产业，只能花钱找懂行的人。支柱产业是食品加工，产值过亿的只有12家。想开源吸引人才，还得从别处下手。现在还不是找政府的时候，啥都没有就找上门，人家只会把你当骗子，得先做出一点东西来。明儿，你三叔让你明天过去，他那儿确实缺人，1个月给你开3500。妈，先不去。那你打算干啥？整天在家晃悠？我有点钱，想自己干点事儿。你能有啥钱？在上海，你1个月才攒几百块。之前做投资赚了点儿。多少？有点钱可别瞎折腾啊，得存着。你到年纪了，这2天我还说准备让你三婶给你说个媒。妈，你别管了，我心里有数。对了妈，我想买辆车。既然决定了要做投资，那车就必不可少。一来出行方便，二来县城里很多人眼皮子浅。买车啊，也确实到年纪了，这个年纪有台车也好处对象。行，回来我跟你爸商量商量。妈，我自己买，就是给你说一声。明天我去三叔那儿，让他帮忙参考参考。你准备买啥车啊？ CAA 吧，毕竟这几个牌子知名度广，虽然在网上一文不值，但在县城里认可度还是相当可以的。一辆好车往往能省去不少口舌。CCA， 那是啥车？算了，你省着点花。现在娶个媳妇儿多难，心里有点数。知道了。
2天了，总共花出去不到300块，1亿2千万，在银行卡里躺了2天，纹丝没动，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玉梦县的早晨跟上海完全是2个物种。上海早上8点，地铁里挤得能把人压成相片，这里连生活节奏都是慢吞吞的。老板，1碗胡辣汤加个油馍头。哥们儿，你们老板呢？啊，礼物呢？说，我想买辆车。买车，好事儿啊！预算多少？需不需要我支援你点儿？预算现在 CAA 多少钱？40来万。你要买这车啊？行，你手里有多少？钱够，第一次买车不懂，想让你帮着参谋参谋。哦，行。不过买这车得去市里。市里？你知道咱县城几家 4S 店吗？2家半，还有1家换老板了，在装修，只能算半家。你想要那种高端车，得市里才有。市里肯定不行，系统限制，越界了。有2手的吗？县城北边有个2手车。那走吧。走，叔带你去。你小子真是长大了有出息了，叔打小就看好你，没白费我一番栽培啊。叔，不说这个，我4岁你就教我喝白酒，6岁你就带我去洗脚，8岁带我去 KTV，10岁8岁 KTV。走，赶紧走，正好。军哥，稀客，今天咋有空过来？我侄子想看看车。大侄子，想看啥车？你那儿最好成色的 CCA 在哪儿？让我侄子看看。有，跟我来。就这辆。多少公里了？3万2，20年的车，1手车，车主是市里一个做建材的老板。多少钱？23万8，诚意价。这车大修过，换一个。军哥，就这一辆了。换车。挑好的，别糊弄事儿。原版原漆就不说了，至少不能大修，换叶子板都不行。那个车身长度和轮毂尺寸摆在那里，跟旁边2辆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那辆什么车？年前收的，郑州一个煤老板的车，买了半年，开了不到1000公里。你看这个表，全车原版原漆，一点剐蹭都没有。就这辆吧，多少钱？能刷卡吗？你疯了！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抢银行了？叔，我炒比特币赚的。那是啥玩意儿？是不是传销？不是传销，是一种虚拟货币。前几年买的，一直没管。前阵子涨上天了，我全抛了。这就卖出去了，200多万的车，几分钟全款结清。哥，您去屋里坐，手续我马上让人去办。哥，您喝茶。军哥，您有这么个大侄子，怎么不早说啊？你小子
真发财了？赚了点儿。这得赚多少才能花200多万买个车？我得给你爸打个电话。叔，先别打，等过阵子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说。也是，不过你小子以后得收敛点儿，财不可外露。哥，以后车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。这车真他娘的高级，我修了半辈子车，头一回坐这种豪车。这皮子，这音响，绝了！叔，我打算在县里开个公司。开公司？干啥的？投资，手里有点闲钱，想在县里搞点产业。这破地方有什么可投的？年轻人都跑光了，你拿钱去市里，去省城，哪怕存银行吃利息。我有我的打算。你知不知道，县里哪有整栋的办公出租？面积要大，位置要好。新兴区那边有一栋楼，原本是个搞房地产的老板建的，老板跑路，楼就烂在那儿了。前2年县政府接手重新装修，想搞创业孵化园，结果没搞起来，一直空着。去看看。位置好，单层2000平，6层1万多平方米，正合适。喂，哪位？你好，我看到你们招租的告示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栋楼怎么？出租，对外出租，你租几层？干什么用？我不租，我想问问，这栋楼你们卖吗？卖？你要买那栋楼？对，整栋。这个我做不了主，你得跟我们领导谈。你留个联系方式，我让领导回你。你要买这栋楼？嗯。多少钱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问了再说。喂，你好，是你要看楼的，我姓赵，是这栋楼的产权方代理人。对，我想了解一下这栋楼的情况。电话里说不清楚，咱见个面聊。你现在方便吗？我就在楼下。得嘞，我10分钟到。陆总，久仰久仰。建军，你也在这儿。赵总，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侄儿，陆明。原来是陆老弟，久仰久仰，果然是一表人才。这层原来准备做宴会厅的，那老板当初野心不小，要搞什么云梦第1商业综合体，楼上吃饭开会，楼下购物娱乐，结果搞了一半人没了。这楼现在产权在谁手上？县财政局。那老板欠了一屁股债跑路之后，银行把楼收了，拍卖了2次没拍出去，最后县政府兜底接了过来，花了400多万做基础装修，想搞创业孵化园，结果你也看到了，一个入住的都没有。直接开价吧。你是今年头一个打电话问的，给个实价。这个数真的是最低价了，3000万。不，2300万。6层楼，12000多平米，加1000多平米的广场，每平米不到2000块，重新装修又是1200多万。包括广场那块地吗？包括，地和楼一起，产权50年。能便宜吗？兄弟，这已经是打了骨折的价了，2000万整。我得跟领导汇报。行，你尽快。压下这300万，不仅是把钱花在刀刃上，更是传递一个信号：县里财政紧张，乐见回乡投资，但我不能做任人宰割的冤大头，得让他们看到我的认真和底线。2位，好消息，领导同意了。陆总，领导那边拍板了，2000万，整栋楼连带广场那片地全给你。您这边随时过来，我都在的。你
你真要把那烂尾楼盘下来？决定了。陆总年轻有为啊，鄙人王卫国。王局客气。好茶。陆总在外头做大生意，还能惦记着回乡投资，这份情怀难得。落叶归根，在外头赚了点钱，总觉得老家这块地踏实。陆总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那栋楼的情况，小赵应该跟您交了底。2000万的价格，县里是亏本的，光是当年接盘和装修就砸出去1000万。陆总，价格方面，王局力排众议给您批了，但是县里也是有考量的。我们希望引进的企业能真真切切带动发展，所以我们加3个条件：一，您的企业入驻后，需要为本地创造不少于100个就业岗位，且必须缴纳社保。2，税收必须100%留在本地，不能搞什么异地避税、空壳走账的操作。3，您的企业在投入运营后，每年的净利润的30%，作为专享资金，支援县域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。100个岗位，1年不到400万，连我1天的零头花不完。税收留本地，理所应当。至于第3条，陆总有什么顾虑可以提。2位领导，前2个条件合情合理，但是第3条不行。陆总，这第3条可是县里扶持本地基建的红线。那栋楼2000万给您，县里让了多大的利，您也是明白人。拿30%利润反哺地方，要求高吗？刘局，账不是这么算的。我是个商人，商人重利。您要切走我公司30%的净利润，这违背了基本的商业逻辑。企业要发展，您抽走30%，等于卡了我的现金流。第2，我回云梦县投资，远不止这2000万。而这些基建投入，短期内很难见到利润。你要我30%，不如让我直接对口捐钱。画大饼的老板我见多了，那栋楼是个烂摊子，年年被审计局查。只要他能接走，顺便解决就业，我的工作报告就好写。既然陆总有这番诚意，我们自家人的心，招商引资讲究个互利共赢。老刘，第3条去掉，就按前2条办。好，按王局的意思办。陆总，资金方面，合同签完，钱立马到账。船长事故大分以上。王局，2000万全款到账了。陆总，痛快！以后在县里遇到任何困难，直接来找我。2000万啊，说转就转，连个磕巴都不打。这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第1步已经完成，接下来该是时候招兵买马，搭建属于自己的版图了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爸说你今天去买车了，买着没？买着了。我爸爸的眼光也就只能给你挑挑2手破车。CCA。吹牛不上税是吧？你呢？天天在修车厂混日子，准备接3叔的班儿，以后给人换机油？换机油怎么了？凭手艺吃饭。郑州那破代账公司，1个月3500，天天加班到8点，老板画大饼，我回来歇阵子不行啊？等过完夏天我再考个编。别考编了，跟我干。
打开看看。今天下午刚过户，2000万全款。我准备开个公司，缺个财务总监，你来不来？你受啥刺激了？在上海失恋了，还是被网贷催收逼疯了？2000万！炒股赚了点钱。炒股能赚1个亿？你别骗我！你是不是干啥违法的事儿了？洗黑钱？合法的，钱干干净净，税都扣过了。现在我要在县里搞点投资，你学的是会计，正好帮我管账。真的？来不来？有工资吗？1个月5万，交5险1金，年底有分红。你再说一遍，多少？5万。月薪？月薪？没烧啊。你刚才摸过了。哥，你在郑州干代账的时候，知道我1个月挣多少？3500你说过了。3500，每天早上7点起，晚上6点下班，3500扣完社保到手3100，你现在跟我说月薪5万，嫌少？嫌多！你给我开5万1个月，整个云梦县的会计加一块都没我工资高。我在郑州那破公司，财务总监才1万2。第一，你是我堂妹，知根知底，我信得过。第二，你学的就是这个专业，干的也是这行的，上手快。你到底要干多大的事儿？很大。那个证是真的？下午刚从房管局拿的，你可以去查。我要是干不好呢？干不好就换人，但工资照发到你找到下家为止。行吧。什么时候上班？明天。明天。明天？公司注册、银行开户、税务登记，这些你比我熟，你明天跑一趟。你连公司的名字都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叫啥？云梦投资有限公司。注册资本？先写1个亿吧。注册资本1个亿？你疯了吧？公司一旦注册成功，你首先就背负了1个亿的债务了。知道。认柚还是实缴？先缴一部分。你手里到底有多少钱？够。商业运营管理、建筑工程施工、餐饮服务、文化，把能加的都加上，以后省得变更。注册地址：延明道中段新城商业大厦。就那栋楼。我的楼，我的地址。明天早上8点半，身份证复印件你今晚给我。公章、财务章、法人章得找刻章的地方提前约好。银行开户要预约。能加急吗？我试试。你那车呢？真买的 CCA？ 停门口呢。这车多少钱？240。有些事我现在没法跟你解释，但钱是干净的，来路没问题。你如果信不过我，可以不干，咱们还是堂兄妹，过年照样一块吃饭。我信得过你。活儿我干，你干嘛？我得招人组建团队啊，这么大个公司不能就咱俩。人事经理、行政经理、秘书、司机什么的。行，
干嘛？我去工商局注册公司，门口头停一辆豪车，办事员给我办手续的时候手脚都利索。你别笑，县城就这样，这辆车比什么介绍信都管用。你三叔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啥了？他说你买了辆200多万的车。这老陆不是答应了先不说吗？你真赚着钱了？赚了点儿。多少是点儿？够花。你打小就谨慎，不会做错事，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好歹跟我说一声。我只问一点，钱干净不干净？放心，爸，我从不做违法的事儿。县城不好混，这地方水深。身份证复印件、房产证复印件、公示机场我昨晚写好了，经营范围打印了2份，刻章的我也约好了，就在工商局斜对面那家老张刻章，县里所有公章基本都是他那儿出的。你昨晚几点睡的？3点，一个月5万呢哥，我不得对得起这工资。你好，注册资本1个亿？对，认缴还是实缴？首期实缴2000万，以固定资产出资。房产证复印件在最后一页。稍等，我帮你核一下材料。你好，我是登记科科长。你们这个公司云梦投资有限公司？对。经性范围这一块涉及的门类比较多，有些需要前置审批，比如餐饮服务需要食品经营许可证，建筑工程施工需要资质。我知道，经营范围先全部登记上去，后期对应业务开展前，我们会逐项办理相关许可，这个在法律上没有问题。行，材料齐全，加急的话3个工作日能拿照。能不能今天？今天出照，这不合规矩。科长，我们公司是县里重点引进的企业，昨天刚和王局敲定项目，王局特意嘱咐让我们尽快把手续办好，不要因为流程问题耽误了投资进度。您看？行，下午来拿。朋友圈里都是上海的同事，在云梦县招人，怕是没那么快。沈离，他居然回老家了。高中毕业之后基本没联系过，也就是朋友圈里偶尔刷到的关系。刚注册，投资公司。你也回云梦了？川大毕业，在成都发展，突然回了云梦县。行，你在哪儿？上车。好久不见。去哪聊？随便，你定。吃过饭没？没。走，带你去吃碗烩面。开着豪车请我吃烩面，你这格调挺独特的。你的招聘信息我看了，人事经理那个职位，我想试试。2碗羊肉烩面，1碗多放辣子。你吃辣吗？四川待了4年，你说呢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前天，在家待了2天，刷手机看到你发的招聘。说实话，我翻了3遍，以为你号被盗了。为什么？陆明啊，高中3年坐我后面，我记得你文理分割前总分排年级200多名。就是反差的意思是吧？不，意思是你进步太快了。你在成都干什么工作？川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，
毕业后进了成都一家互联网公司做 HR， 公司最多的时候300人，我负责2个事业部的招聘、绩效和员工关系，干了2年半。为什么走？公司裁员，先裁业务线，再裁中台，最后连 HR 自己都裁，我是倒数第2批。拿了赔偿，象征性赔了点，到手4万多。裁完之后呢？在成都没找别的？面了10几家，要么压薪资，要么就是那种皮包公司。成都房租2500，吃饭1000，交通费加乱七八糟的开销 ，N+1的钱3个月就见底了。所以你回来了？是的。你在成都管过300人的公司，现在回来给一个刚注册空壳公司做人事经理，你不觉得屈才？陆明，你知道屈才的前提是什么吗？是你还有的选。我要是还有的选，我不会坐在这儿跟你喝羊肉汤。谈谈薪资，你觉得你值多少？在成都的时候，我的月薪是1万，加上绩效年终到手15、16万，你给我开8000，我能接受，但低于8000。1万，行政人事合并管，你一个人扛，前期没有下属，招聘、考勤、薪酬核算、行政采购全是你的活。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这个公司到底准备做什么？投资公司是个筐，什么都能往里装，但如果只是倒腾房子放贷款，那种事儿我不干。具体的事情还在规划，但方向是确定的。先做产业，把就业撑起来，再做配套，把人留住。第3步，吸引外面的人回来，甚至吸引外面的人搬进来。你说这些需要多少钱？很多。你有吗？有。陆总，以后请多关照。明天早上8点半到新市区迎云波中段那栋6层的玻璃带墙楼，你自己能找到吧？能。你这几天尽快拿一个招聘方案出来，最短时间内把团队组建起来。明白。妈，我找到工作了。在哪儿？就在县里。县里好，县里好，离家近。回来这2天，我妈说的最多的3个字就是相亲吧。好像一个女孩子回了老家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赶紧找个人嫁了。不过，云梦县的天确实比成都蓝。营业执照下来了。这么快？那是，不看谁办的事儿，公章、财务章、法人章也全刻好了，银行开户约了明天上午。干得漂亮。还有件事儿，我今天碰到一个人，姓周，他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你买楼的事儿，找到我，非要留你的电话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十里铺村有一整块100亩的工业用地，已经挂了2年了，一直没人接手，问你有没有兴趣。明天见面聊。每亩24万，100亩就是2400万，2年了没人摘牌，2400万在云梦县居然卖不出去，说明本地根本没有企业有扩张需求，所有的产能都在萎缩。你还会接电？物业说派人来，等到猴年马月，我自己搞。银行开户呢？约了10点半，农商行。喏，你看看这个。那个姓周的，他什么时候来？他说上午过来，我给他回了地址。陆总，周岩，昨天跟您妹妹通过电话。这是十里铺那块地，去年9月我拍的，面积100亩出头，地块方正，3通1平已经做过了。为什么挂了2年没人要？原因挺多。第一，位置偏，离主城区有段距离，配套跟不上。第二，周边没成熟产业集群，单独去建厂，上下游得从外拉，物流成本高。第三嘛，说。第三，这块地原来是给外地企业留的，3年前县里招商，河东一家棺材公司要来建厂，县里提前把地整好，路修了，结果那公司资金链断了，项目黄了，地就撂在那儿了。去现场看看。现在陆总，开我的车还是我的？前面路口左拐。电力线路从这边拉，天然气管道在省道底下埋着，3通1平，电水路都到位了。
砌的话拉过来大概300米，费用不高。这地以前是耕地，是。征地的时候补偿了村民，手续齐全的，土地出让合同、环评报告、规划许可都在这儿。挂牌价2400，一分没涨。领导的意思是，只要有人来，价格都好谈。新城区的万家福半死不活，县城娱乐生活单一。这块地虽然偏僻，却是交通要道。只要建起现代化的商业综合体，车流就是人流和钱流，不仅能改变全县的消费格局，还能成为巨大的吸铁炮。周领导，如果我买下这块地，不建工厂，而是建一个大型的商超综合体，你们局里的审批流程要多久？陆总，您这跨度有点大。这块地性质是工业用地，不能改。能改，但流程非常麻烦。第一步得向县政府打报告申请调整规划，还要到省厅备案。第二步，规划批下来后，地得由政府收回。第三步最要命，补缴巨大的土地出让金差价。这套流程走下来，光是盖章签字就能跑断腿。最快需要多久？最快，全县所有部门给您开绿灯，市里领导也全力支持，最少也得8个月。中间稍微卡一下，1年半载很正常。咱们县10年都没有过工改商的先例。8个月，一天要花6000万，8个月就是144亿，这笔钱砸不出去，只能变成毫无意义的数字，我根本等不起。上车，回城。陆总，这地您不考虑了，建个厂也行啊，食品加工、服装制造，县里都有补贴的。不建厂太慢了，周长，今天麻烦你了，改天请你吃饭。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2000万买栋办公楼，现在又想搞商超综合体。县里现在最大的商场是哪个？万家福购物广场啊，新城区那个。不过那地方现在基本半死不活了。怎么说？万家福是5年前开业的，当时号称云梦第1大商场，老板叫王大发。去看看。看见没？这衣服款式，我妈穿上都显老气。一件标价280，你还价50，老板都能卖给你。打野，你在干嘛？龙被抢来看戏。老板，2份黄焖鸡，小份微辣。自己扫码点餐，微信、支付宝都在桌角。跑这儿来吃黄焖鸡？考察市场。老板，生意挺清闲啊。清闲个屁，快倒闭了，一天卖不出30份，连租金都挣不回来。租金很贵，1年8万，放在前2年还行。你看旁边那几家，上个月全撤了，押金都不要了，连夜拉着设备跑路的。商场管理方不管？管？拿什么管？王大发在外面欠了一屁股高利贷，听说他在市里搞了个房地产项目，烂尾了，资金链断得干干净净。现在万家福连保洁的工资都拖欠了3个月，1楼超市的供货商天天堵门要钱。你有王大发的电话吗？他电话我哪有啊？那种大老板的号谁搞得到？不过1楼超市的那个刘经理是王大发的小舅子，他肯定有。那些供货商每次来要账，都堵他办公室。微信收款500元。老板，多谢你的消息。这哪成？你也是问他要钱的？我是给他送钱的。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？你找谁？刘经理。你哪位？陆明，我找你聊点事儿，耽误几分钟。云梦投资，没听说过。你是供货商？不是。催账的？也不是。那你找我干啥？我想见王大发。
你找他干啥？做生意。他不见人，最近谁来找他都不见，电话也不怎么接。你要是想在万家福租铺面，直接找我就行。现在空位多，价格好商量。我不租铺面，我要收购万家福。收购？整体收购，楼和地打包拿走。兄弟，我不是瞧不起你，你多大？25。25岁收购一整个商场，你知道万家福值多少钱？你告诉我值多少？当年我姐夫建这个商场，光地皮加建筑就砸了4000多万，装修设备又花了1000多万，5、6千万的东西，你要收购？这栋楼，昨天我刚买的，2000万全款。刘经理，我跟你说句直白的，万家福现在什么状况，你比我清楚。3楼关了一半，供货商堵门要钱，你姐夫的资金链已经断了，与其等着烂到根上，不如趁现在还有接手的人，干脆利落的谈个价格。我做不了这个主。我知道，所以我需要王大发的电话。怎么样，聊出啥了？拿到王大发的电话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得琢磨琢磨。哥，你为什么非要买下这个超市啊？怎么看都不像能赚钱的样子。寿东来赚钱吗？那肯定赚。你不是要把这个万家福改造成寿东来吧？寿东来是很好，但云梦县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奇迹。该怎么跟一个焦头烂额的老板开口说我要买你的商场？开价太高成了冤大头，开价太低人家直接挂电话。得找到那个让王大发既肉疼又不得不点头的数字。不急，先回公司看看沈黎把功能区规划成什么样了。呀，沈黎姐姐，真的是你！陆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俩认识啊？我跟陆渊高中时候就认识了。省得介绍了，上来看看。2楼做核心办公区，朝南的3间打通，给你做总经理办公室，旁边2间分别是财务部和人事行政部。会议室保留原来的2个，投影设备重新采购。3楼呢？3楼我建议做多功能区，将来业务扩展可以改成第2办公区或者培训中心。4楼和5楼先封着，等人员规模上来再启用。6楼打空的大厅别动，留着做大型会议或者招商发布用。这间朝北，冬天取暖费可不是一笔小开销。财务工作需要绝对的安静和专注。朝北的房间光线稳定，不容易犯困，最适合对账。至于取暖，可以在装修时加强保温，或者用更高效的取暖设备。成本上我们可以再合计。专业的人就是不一样，连让你坐冷板凳都显得合情合理。家具、办公设备，这些我列了一个清单。你今天早上几点到的？9点。3个小时干了这些？以前做 HR 是 BP 的时候，公司搬过3次家，每次都被拉去当壮奴，拆过网线，搬过服务器，用冲击钻打过墙，这点活不算什么。装修的事你们俩分一下工，沈黎负责方案和采购，陆渊管付款和对账，预算上限50万，尽量本地解决。工期我给你们10天。10天？哥，我家隔壁老李装个卫生间都花了半个月。那就找5个老李同时装。喂，是县城建材市场吗？谁？王总您好，我姓陆，云梦投资有限公司。不认识，什么事儿？想跟您聊聊万家福的事。你哪儿来的我号码？朋友给的。哪个朋友？王总，我知道万家福现在的情况，3楼餐饮关了一半，2楼空铺率超过30%。您在市里的房地产项目也不太顺利。你到底什么人？
给你送钱的人。你说你是投资公司？王总，我想收购万家福。说吧，你想怎么聊？见面谈，时间地点您定。明天下午，老城区茶楼街，清风居3点。好。今日发放金额6办实领24700元已到账，账户余额3173500元。账面净值3000多万，但万家福现在是个正在失血的活靶子。王大发急用钱堵窟窿，他等不起。本地有能力吃下的人，没人会在这个时候当冤大头。陆总，王总，上面坐。你看起来没多大呀？25。25。不愁，谢谢王总。25岁买栋楼开个公司，现在要收我的商场，你爹是谁？我就直说了，王总，万家福现在是一个每天都在往外溜池子。3楼走了一半的商户，2楼空铺率我目测在30%以上，1楼超市的供货商在催款。你的保洁阿姨3个月没拿到工资了。你调查的挺清楚，我知道。5500万的东西，你准备出多少钱？王总，5500万是5年前的事儿，商业资产不是黄金，不会保值。您那个冷链系统我看过，2台冷柜已经停机了。2楼的玻璃隔断有裂缝没人修，3楼那个儿童淘气堡海洋球上面一层灰，我估计上次消毒还是去年的事。这些都是表面的，地段在那儿摆着，新城区最核心的位置，你在云梦县再找不到第2块这样的商业用地。地段我认，但地段值多少得看上面的还能不能产生价值。万家福现在不产生价值，你每个月的运营成本是多少？1个月至少20万往外掏，你能撑几个月？你出个数吧。1500万。1500万，我5000多万砸进去的东西，你1500。王总，我说句实话，您现在如果不卖给我，您打算怎么办？继续撑到供货商联合起诉，法院来查封，还是等着哪天员工去劳动局举报欠薪，上了新闻？2000万，低于2000万免谈。果然没走，他主动报价，说明1500万这个底线他是能接受的。1500，王总，我们不是在菜市场，讨价还价没有意义。我赌的就是他已经走投无路。王总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是第一个找你谈这件事的吧？为什么没人找你谈？显而易见，在商言商，不赚钱的买卖谁会接手？整个云梦县，除了我，没人能接你这个摊子。看来王总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是我唐突了。既然谈不拢，就不浪费彼此时间了。等一下！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暴富从不是肆意挥霍的狂欢，而是反哺故土的温柔担当。天降机缘赋予他花不完的财富，却没有让他迷失本心，沉溺享乐。褪去都市的浮躁，他扎根平凡小县城，读懂家乡的困顿与坚守，看清故土缺产业、少机会的困境，不骄不躁，踏实深耕，买楼立业，搭建平台，完善城市配套，用心搭建就业岗位，为家乡发展注入全新活力。摒弃空谈的愿景，以实干落地初心，改写小城的发展格局，点亮万千普通人的生活希望。真正的富足，从不是独享荣华，而是兼济乡里。最好的逆袭是不忘初心，最贵的财富是心怀烟火，反哺家乡。平凡人生亦有无限可，心怀善意，脚踏实地，坚守初心，终能点亮自己，温暖一方天地。